你敢信嗎？就在你抬頭看月亮的時候，那個被全世界科學家公認為地質死機的灰色大球，竟然已經偷偷摸摸閃爍了1500年。這不是什麼流星劃過，也不是你的幻覺，而是真實存在，連阿波羅宇航員都親眼目睹過的月球瞬變現象，簡稱 TLP。最詭異的是，這些閃光不是隨機亂跑的，有一半的靈異閃光竟然都死死盯着同一個地方——阿里斯塔克斯陨石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月球在呼吸，還是地底下藏着什麼我們不能知道的秘密？我們先說個最直接的，2026年，也就是現在，美國正緊鑼密鼓地推進阿爾忒彌斯重返月球計劃。你可能覺得這只是為了插個旗子挖點土，但其實隨着重返月球的腳步越來越近，關於月球的那些陳年舊案也正變得越來越離奇。就在不久前，也就是2026年3月，加州理工學院的一位頂級天文學家卡爾·格里爾迈爾 （Carl Grillmeyer） 突然遇害。你可能會問，一個研究星星的教授怎麼會招來殺身之禍？這位格里爾迈爾教授可不是一般人，他擁有147篇同行評審論文，還得過 NASA 的傑出科學成就獎。最關鍵的是，他生前正準備啟動一項利用全新儀器徹底調查月球閃光現象的項目。就在他即將揭開真相的前2周，他在加州帕萨迪納不幸遇害。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陰謀論的味道？但事實就是這麼冷冰冰的擺在那兒。一個掌握了關鍵數據，正準備向全世界展示月球活着的證據的人，就這麼消失了。這背後的水，恐怕比你我想象的要深得多。我們把視線拉回到月球本身，這個阿里斯塔克斯陨石坑簡直就是月球上的百慕大。它坐落在一個充滿熔岩管和火山孔的火山高原上。按理說，月球已經死了31年了，這早該涼透了。但事實恰恰相反。1783年，發現天王星的大神威廉·赫歇爾就盯着這個坑看了好久，他記錄下了明顯的紅色光芒。1787年，他又看到了3次。甚至深信月球內部正在進行某種劇烈的活動。1866年，倫敦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觀測者們看到阿里斯塔克斯出現了一個寬達幾公里的紅點，持續了好幾個小時。到了1963年，利克天文台的光譜儀捕捉到了長達1小時的綠白色光芒。最重磅的證詞來自於1969年阿波羅11號的宇航員們。當飛船繞到阿里斯塔克斯上方時，阿姆斯特朗對着麥克風向休斯頓匯報，有一個區域比周圍明顯亮得多，看起來有輕微的熒光。你想想，宇航員在近距離親眼看到的熒光，那能是幻覺嗎？既然證據這麼多，那主流科學家是怎麼解釋的呢？他們給了3個方案，但你仔細一琢磨，簡直是把你我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第一個解釋，隕石撞擊，聽起來很合理，對吧？石頭撞石頭冒火星子，但問題是，隕石它是隨機掉的，它怎麼就那麼愛阿里斯塔克斯？難道那裝了吸鐵石嗎？根據哥倫比亞大學阿林·克羅茨教授的研究，50%的閃光都集中在一個坑裡，這在概率學上幾乎是不可能的。克羅茨教授甚至專門測試了觀察者偏差，發現無論你怎麼篩選數据，結果都指向同一個事實。月球的閃光是有目的、有規律的。更離譜的是 NASA 推崇的那個旗艦案例。2013年3月17日，月球出現了一次有史以來最亮的閃光。NASA 做了精美的視頻，宣稱這是隕石撞擊。但當他們派月球勘測軌道飛行器 LRO 去找撞擊坑時，尷尬的事情發生了。第一次找，沒找到；第2次找，還是沒找到。最後，他們不得不擴大搜索範圍。終於在離閃光坐標足足13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個18米寬的新坑。13公里啊，這就好比你家窗戶碎了，你非說是因為13公里外有人扔了個石子兒，這邏輯通嗎？而且真正的隕石撞擊會產生特定的化學特徵，比如鈉、鋁、鋅的蒸發光譜。但這些專家從來沒拿出來過光譜證據，他們只測量了亮度，就急着給出了結論。這不就是典型的先射箭後畫靶子嗎？第2個解釋，靜電塵埃，說是因為太陽風把月球上的土吹得帶電了，在那兒飄，產生了發光現象。聽着挺玄乎，但 NASA 專門派了個叫拉里的探測器去抓證據。
這個探測器帶着最先進的粉塵實驗儀，在月球軌道上轉了1年，專門盯着那些理論上該出塵埃的地方。結果呢，在那兒守了1年，啥也沒撈着，連根毛都沒看見。NASA 在2023年的論文裡甚至直白地承認，雖然靜電塵埃運動被假設了50年，但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證明它真的發生了。這就好比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裡編了一個完美的鬼故事，結果到了現場連個鬼影都沒有。而且靜電塵埃怎麼可能發出阿波羅宇航員看到的那種深紅、嫩綠，甚至像紅寶石一樣的閃爍感呢？第3個解釋就更搞笑了，也就是排气論。他們承認確實有氡气冒出來，但他們又堅持說月球已經死了30億年了。你要知道，氡气 Radon-222 的半衰期只有 3.8 天，這意味着從它在月球深處產生到它飄到表面被探測到，滿打滿算就1個星期。如果超過這個時間，它就衰變成別的元素了，你根本測不到。在地球上，气體流動靠的是地下水、熱對流或者地壳斷裂，但月球沒水、沒大氣，內部早就涼透了。那這些氡氣是怎麼在幾天之內跨越厚厚的岩石層，從幾百公里深的地方竄到表面的？主流科學界對此給出的答案只有3個字：不清楚。好一個不清楚！這不就是典型的只要我不解釋，尷尬的就是真相嗎？更離奇的是，这些排气孔還會瞬移。阿波羅任務時期探測到的排氣點，到了1998年月球勘探者任務時，竟然換了位置。在一些根本沒有鈾元素產生氡氣的母元素的地方，居然也冒出了氡氣。這說明什麼？說明月球內部不僅有氣體在流動，而且還有一套極其複雜的、我們完全不理解的運輸系統。甚至有人大膽猜測，這會不會是某種人工採礦留下的痕跡？當然，這種說法在主流圈子裡是禁忌。但除了這個，你還能想到別的解釋嗎？你發現沒有，這些解釋要麼被自己的儀器打臉，要麼乾脆就是邏輯自殺。這種強行維持月球已死人設的行為，是不是讓你覺得有點此地無銀300兩的意思？事實上，月球的閃光更像是某種脈搏。有些觀測記錄顯示，這些光點會移動，會變色，甚至會像有組織的在呼吸。早在1963年的那個著名的洛厄爾之夜，天文學家詹姆斯·格林納克看到阿里斯塔克斯陨石坑裡出現了明亮的橙紅色區域，而且這種顏色還會流動。他當時的感覺就像是在看一顆巨大的磨光了的紅寶石。隨後，另一塊粉紅色的條紋區域也出現了，持續了整整25分鐘。這種帶有結構、帶有色彩變化，甚至帶有節奏的現象，絕對不是隨機的自然災害能解釋的。如果我們把這些碎片拼湊在一起，一個令人不安的畫面就浮現出來了。月球的內部不僅沒死，而且非常活躍。它不僅在排放氣體，還在通過某種我們未知的機制產生能量。那麼，這和現在的重返月球計劃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在這個節骨眼上，關於 TLP 的研究反而變得危險了？有一種說法是，月球的某些區域，特別是阿里斯塔克斯高原，可能蘊藏着極高濃度的稀有資源，或者是某種未知的能源。而這些閃光其實就是能源溢出或者地質應力釋放的信號。如果某個國家能夠掌握這些信號背後的規律，就相當於掌握了月球的資源分布圖。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這些研究數據總是被含糊處理，為什麼關鍵的科學家會突然離世。在阿爾忒彌斯計劃中 ，NASA 選定的着陸區很多都靠近這些曾經有過 TLP 記錄的地區。表面上是去尋找水冰，但實際上他們是不是在尋找那些能讓月球發光的源頭呢？但隨着我們對月球研究的深入，特別是重返月球計劃的推進，越來越多的數據指向一個可能：月球的內部不僅沒死，而且非常活躍，甚至有大膽的推測認為，月球可能是一個空心的，或者是某種被改造過的人造天體。當然，這些目前都還是猜想，但相比那些漏洞百出的隕石撞擊論，這些猜想反而更能解釋為什麼閃光會固定在某些特定的位置。我們總是習慣於接受教科書上的結論，覺得月球就是一個冷冰冰的天然衛星。但當你真正深入去挖掘那些被塵封的原始記錄，去對比那些互相矛盾的官方數據時，你會發現真相往往比科幻小說還要離奇。說了這麼多，你覺得月球到底在隱藏什麼？
是它還沒熄滅的地質殘餘，還是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超自然現象？又或者，正如那些被中斷的研究暗示的那樣，月球根本就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個荒涼衛星？歡迎在評論區說说你的看法。